这个嘉宾的基本情况，请看。他总是什么事儿都憋着不说，让我感觉自己并没有那么重要。我说了什么他也不会听，根本不考虑我的感受。我现在就想赶快和他结婚，进入我们人生中的下一个阶段。我现在就是不想分，也不想结，进退两难。有请这对情侣，有请。男嘉宾小李，24岁，来自山东互联网运营；女嘉宾小雪，26岁，来自黑龙江超市管理。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啊！现在在哪儿生活呀？在天津。谈了几年了？谈了快1年了。才快1年呀？对。那就着急结婚啊？不同意哈？为啥呀？因为我感觉他心里没有我呀。哪儿没有你？他对我都没有那么重视，我要跟他结婚了以后日子怎么过呀？哦，就是我们谈了还不到1年，你就冷淡我了，结婚更没法说了。怎么感觉的呢？小事儿吧，他总说我，他说你每次跟我吵架，你什么都不告诉我，然后我就让他自己猜。但是也不是这样的，就是我每次跟他说很多事儿，然后他都不记得。后来我就很多事儿就不爱跟他说了。就是工作的原因，有时候就忘了。那你就没有点私人空间了？有啊，怎么没有啊？有啥呀？前一阵子我不是生病吗？肚子特别疼，我就想着就去医院嘛，就感觉挺严重的，我就给他打电话，他都一直没接。然后最后我自己在医院做的手术。那是因为啥？那时候是工作开会呢，开会当中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我肯定是接不着，给我发信息我没看到。然后我开完会了以后，我给他发的信息，给他打个电话，我问他怎么了，他说在医院呢。我说你咋了？我以为是感冒发烧了，对不对？那你听我语气听不出来我很严重吗？我都那虚弱成那样了。那你直接说了一句没事儿，那我寻思有啥事儿啊？那我给你打电话你都没接。不是，这都手术了啊！就是我阑尾炎，然后就很急，我也没有人陪着我。然后后来我给朋友打个电话，然后朋友来了照顾我1天1宿，然后当天晚上他都没出现。当天晚上是那个加夜班嘛，加到凌晨4点，我寻思就不回去了，直接在公司住了。然后第2天，然后就回去的时候。那你倒是跟我说呀，你也没给我打个电话问问我。这个他在医院，你好歹看一下去。去了第2天，然后跟我说了以后去了。人家第2天下班了才去，然后人家第2天还上了1天班呢，下了班之后才来找我。你这要阑尾手术了，为什么不让他去啊？我给他打电话了，一直打不通啊。这确实对于女生来说，心理创伤比较大。最需要你的时候你没来。就本来就很不喜欢医院那个地方，然后我觉得这个事儿又挺大的，我又没有家人在这边，就他一个人，然后我给他打电话，他还没接。那我也对你好的时候吧。你就好那么几天也算好呀。那时候他肠胃炎，我刚到公司，然后完了以后，他就跟我说，不行，你回来吧，带我去趟医院。我二话没说，我直接去医院了。去医院跑前跑后，我上下我就给他跑。没过2天，他就又撂点子。为啥你不知道？就是我本来我不是手完术了吗？手完术之后，本来我肠胃又不太好，我手完术之后我不得去拆线吗？那肯定你得陪我去啊。是。我不能一个人去吧？然后人家可倒好，当天说行，答应可好了，然后接了个电话，人走了。我又自己去的，我自己一个人打车去的医院，我拆了个线回来了。然后没2天这个事儿，我肠胃炎犯了嘛，然后这是知道了，请假了。我挺不了了，我给打电话呀，打好几个接了，然后人家陪我去了，去完了之后照顾我2天，第3天又跑了，上班去了。那工作原因也知道，我要带主播的时候，连轴24小时要转，我外面我还要接兼职，工作再加上兼职，我也是为了自己以后结婚呐，或者干啥的，我要考虑啊，我要挣钱呀。我也没有说我出去胡吃海塞、花天酒地啊，或者干啥的。那我还上班呢，那我一天也挺忙的呀。我早上上班，晚上回来，有的时候店里面很忙，我都回不来。然后之后我都每天回来很晚，然后他下班晚呀，他下午1点上班，然后他半夜回来，然后我都等他，然后我还得等他，我给他做饭，然后给他做完饭了，人倒头睡了，然后我第2天睡不了几个小时，我又得起来上班去。那好像我不忙似的。都忙，那就是病中都这么陪你，日常基本你们就。他的陪伴就很少，对不对？更少了，都没有沟通。本来想着就是我们俩吧，可能都忙，然后都有休假嘛，一个礼拜可能休那么1天啥的，就想着我们俩出去玩一玩，对吧？也别总在家其实想跟他好好沟通的时候，他不跟我沟通啊。是我不跟你沟通，他不跟我说，他1天他就拉脸子。我每次跟他说的时候，他都忘。就比如说收拾家务啥的，那也不能全让我一人干呀。我们俩一人干点不就完事儿了吗？我搁这嘎扫地呢，然后我说那你把厨房碗刷了吧，地都扫完，我地都拖完了，人家还没动呢。那我性子急，那我肯定说那得了，不用你了，我自己收拾吧。那我没说我不干呢，
我不是也干吗？那你为啥就不能快点呢？本来就上班挺累的了，你就回来以后我歇会儿。这恋爱谈的听着像很多年的老夫妻在那儿较劲了、啊。我感觉我好像他妈，就伺候他那种。好，所以你心里也不舒服是吧？嗯。女朋友怎么这么多事儿，是不是？啊，说是要干，其实就是拖延呗。对。啊，就懒得干嘛。每次跟他说的这些话，他也都记不住。嗯。然后那次我可生气了，我们俩休假，我说出去溜达一圈玩去，他说行，答应我了。结果第二天人凌晨4点回来的，回来了。我加了一宿班，然后早上起来再陪他出去玩，我肯定起不来呀。我是不是也没说让你早上陪我玩？我也知道他累呀，我又不是那种说我非得让你24小时陪着我的。结果中午起来了，我也把饭做完了，我说叫他起来吃饭，人也没起来。然后我寻思着，你早上你4、5点钟睡，你睡到下午2、3点钟，怎么也起来了吧？咱俩出去吃个饭，看个电影啥的。人家可倒好，一觉睡到太阳落山了都。我干的这份工作，他就是费脑力，他就转不过弯来。别强调了，你要是工作这么忙，就别谈女朋友呗，更别结婚了呗。你工作这不就完了吗？没人说你啊。女朋友是自己选的吗？对。是你想结婚吗？想。工作是你选的吗？是你喜欢的吗？那得平衡嘛。我就觉得我就能平衡，那为什么你平衡不了呀？我比他还忙呢，我感觉。好，这明白了。漠视我，不重视我，还有什么是你不嫁给他的理由？那他想跟我结婚，那我肯定也想着，那如果可以的话，那就结呗。但是我就觉得他心里他忘不了他前女友啊，真的就是。哪儿忘不了前女友？你再说，他在手机里备份他前女友照片。那是手机自动上传的。发现之后删没删？删了，我当他面我删了。删了就行了。是，我也觉得那删了就删了呗。然后紧接着没2天，人家搁那直播，然后我正好是下班，我回来我就看见他开了，那我就寻思我进去看一眼呗。结果一看，人前女友搁里呢，跟人前女友俩玩起来了，还给人唱歌，让我看见了。当时是这么个情况，因为我带着主播，我教给他们该怎么去播，就是我那前女友她在刷礼物。好多直播都在看着我在怎么去一个怎么样的流程，该怎么去要礼物啊或者干什么的乱七八糟的这一个流程。完了以后我不能说我就把人家给踢了，人家夸给刷礼物的，我得这场直播下了以后我再给人踢了吧。我就觉得，那你就跟我好好说一声是不是？他也没给我好的解释，人就告诉我，那我不忙工作吗？就给我的是这种回答，那我肯定心里不平衡啊。如果你好好跟我说的话，我又不是不通情达理，我也能理解啊。那现在还跟前女友有联系吗？没联系了。哎，对，这也不能证明他心里还有。但是人家架不住，人家出去喝酒去，回来之后睡我旁边喊他前女友名啊。那时候都是喝多了，我都不知道了。那2小时以后，人家起来了，我饿了，我又巴去给他做饭去了。然后结果他因为这事儿，就是人家吃完就吃饱就睡了，我一哭一宿，给我气的，第2天我还得上班。我特好奇一点，你给你爸做过饭吗？我没给我爸做过，我一天天伺候他。其实我就是我的一个想法，就是说我本分，踏踏实实挣点钱，然后你这让我们替你咋说呀？喝完酒之后叫前女友的名字，你说已经都喝多了，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喊了呀。他给我的解释就是我喝多了，我不知道。好，打算结婚对吧？见过双方父母吗？我见过他爸他妈了，然后他到现在都没见过我爸我妈。为啥呀？因为我们俩在一块的时候不是距离比较远吗？我不是哈尔滨的吗？他是山东的。就是我妈和我爸就是觉得想让我找个本地的，就不同意，然后想着那我给他带回去之后，我觉得留个好印象，没准也可以，对吧？对，因为我爸我妈不是那种要见见，对吧？对呀，然后结果可倒好，到现在了，我俩还没见呢。那不是因为那时候以前是结婚礼吗？然后人家婚礼也是人生中大事，我不能应了人家的事我就夸一下我就走了，我肯定是给人干完活。不对，这个事儿你说不通，小子。婚礼都是有预约和预定的嘛。那我9月份如果全预定满了，我11月份我不预定了吗？我11月份我就留出1周，我不接这活儿，我就去那个。就是忘了。对呀，本来我也是想的这个事儿，然后之后他给我的解释是啥呢？他给忘了。那你跟你父母说没说呀？我说了，我肯定往好了圆呀。然后我爸我妈肯定就不高兴呗，直接把我电话就给挂了。我又感觉我替他撒谎，骗我爸妈，然后之后他还整这一出事儿。那视频通话什么通过吗？还通话呢。一寻思我就更生气了，本来就没见过，然后我过年的时候我不是打算回老家吗？但那个时候就是身体不舒服，肠胃炎一犯我就去医院打针啥的，我就没回去。然后他就说，那你没回去，那我就在天津陪你吧。我不知道他家里边怎么就知道了，他就可能跟他爸妈说了呗。就是我爸也不放心，说2个孩子在外面，你说吃不着也喝不着的，
你过年了，你还没有个年味儿吗？寻思就过来接吧，最起码你得让他能感受到一个家的感觉吧。是感受到了，问题是刚开始这个事儿我都不知道，他就来了，我就觉得，我又不能说叔叔我不去了，好像我怎么个事儿一样，我没办法了，我只能硬着头皮跟他回去。30那天，我先给我妈打个电话吧，我就跟我妈说了一下，当时她在旁边，我也是想着你跟我妈说2句好话，拜个年什么的，是吧？结果人大哥可倒好，坐那嘎玩手机，哭刷视频。都没搭理我吗？当时你不给我引个头，我怎么说呀？这要引啥头？你把人家姑娘都拐到你们家去了，跟你爹一起，然后你打电话，你不知道怎么说。他就把我架在那块儿，我就很难受。然后我妈打电话，他又不吱声，然后我妈还跟我一顿发脾气。那这春节过得不好是吧？我哭了一个春节。是想家呀，还是在那儿过不习惯？我又想家，我又跟那块儿待着不习惯，我就可难受。要见很多亲戚是吧？对，然后习俗还不一样，吃的也不一样，我哪都就不舒服。当时我也顾及着你吧，当时也顾及着你，你说不动咱就不动，家里来且啥的，我也去出去互动去，我不让你出屋。那我都跟你发火了，我跟你吵架了，你可不是这样的吗？然后我妈本来就不同意，现在你这么一整，我就说那不行，你给天津工作辞了吧，你回来吧。那你都没想着主动给叔叔阿姨打个电话？我自己也心里知道，一开始本来就是拖着那么长时间了，我寻思把家里这边事全都安排好了以后，没有那么草率了，没有那么啥的时候我再去，因为我毕竟说，我再像上次一样把事儿都突然一下来个事儿，没有啥事儿了，突然又有事儿了，然后再回去，就感觉又慌了一下子。所以说，我想把事解决完了以后再回去。你每次你都说安排，然后结果最后都啥样啊？最后不还是忘了吗？然后最可气的是啥？我们俩说想结婚这个事儿，那你起码你是不是要把我爸妈给搞定了呀？人家告我这边都看上酒店了，就感觉好像我爸妈不同意我俩也能结婚，我也能嫁给他一样。当时就想，就是把家里这帮事情全安排完了，就是酒店啥的全安排好了以后再去他家嘛。那他家要不同意呢？说呗，那只能是我说呀。他自己都不知道该咋办。那你母亲在有特别明确的态度吗？有，我们俩打电话的时候，我妈就跟我说过，很明确，就是说你也别往回带，我根本都不想见。那个，给你听一段采访好不好？来吧。我跟你说，我现在是肯定是坚决不同意他俩在一块儿。这孩子，你说也太不懂事了啊！天天说了不算，算了不说的。你这是不把我们当回事儿啊？你还是不把我们姑娘当回事儿啊？你上啥班啊？你能忙成这样啊？谁没上过班啊？我们又不是3岁小孩呢。本来我就说不想找外地的，你说哪个父母想让自己家孩子嫁那么远呢？这回啊，我就是更坚决不同意了，几次3番都不来。我就感觉他这个人啊，太不会出事了，也别来见我们来了，我们也不想见他。得嘞，姑娘眼睛红。现在我妈就是这态度了，我怎么跟你结婚呀？回应一下。等我去了以后就好好说。你觉得这个是主要的吗？现在最大的阻碍是姑娘的母亲吗？在我看来不是。你是不愿意嫁了吧？没有不愿意嫁呀。但是你这个没出息的，哎呀！但是我就你前面那些话都算白说是吧？我就是觉得，哎呦，算了，我也不跟你说了。各位老师，你们来吧，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如果我换了你的父母，我也坚决不同意。我并不是说棒打鸳鸯，而是我从他的行为当中看出，他今后会不会对我女儿好。如果一个男生真的非常爱你，在恋爱时，他会让你变成一个孩子；如果在恋爱时，他的爱不够，他会让你变成一个疯子。一个男人喝醉酒，竟然会当作自己的女友喊前女友的名字，你是不是要被逼疯了？您不要认为是酒后胡言，这是你的心声。你对这个女生，我不能说不在乎，至少不重视。她妈妈说的对，谁没工作过啊？有些是可以平衡的。如果自己想做，一定是有办法的。你是时时刻刻活在借口当中，您真的没有把这个女生当回事。如果这样的一个男人，你敢嫁吗？我真看不出来。
您现在变得很可怜。如果说以这样的一种可怜的状态去走进婚姻，你们的婚姻是不牢的。所以现在女生从自己做起，先做出抉择。我想这是为了自己的幸福，并不是为了你父母。谢谢。我想问一下你们两位啊，你们到底是为爱而结婚，还是因为合适而结婚？男嘉宾，那女生呢？合适吧。你是为了合适而结婚是吗？那他合适吗？好像不太合适。那你是为了爱而结婚是吧，男生？你爱他吗？爱。你也不爱他吧？家务你没做，他生病你没管，我也没有听到你们有多么激烈的爱的火花，我怎么听到你们在过日子了？而且还是你立刻就担当了家里边家庭妇女的职责，做饭、洗衣、打扫卫生、工作，你样样没落，但是要爱你一样没得到。可是既然你要选择一个合适的人结婚，我倒觉得我们可以好好盘一盘，他真的合适吗？先说第一个，我们说能让老人安心来讲，他合适吗？至少在过年过节期间打个电话拜个年，电话总能说吧，没有孝心。那第二，他真的对工作负责任吗？好像也不一定哦。那另外还有一个，他对于家里边的责任、家务的担当，他合适吗？家务是双方分担的，他也不合适。所以姑娘，你想清楚，你到底是要因为爱而结婚，还是因为合适而结婚？我不管你选择哪一条，至少这个人要符合你的要求。另外，对于男生来讲也是一样的，如果你真是因为爱他的话，醉酒才能见人心。你喝醉了酒，你叫出来的应该是他的名字啊。你如果真的因为是爱他的话，你知道他生病了，你无论如何你都能立刻冲到医院去，即便你去不了医院，你特别关心会打电话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到底怎么了？什么回事儿？来，让你旁边看护你的人，让我跟他通个电话，你得了解他病情啊，你也没了解啊。一个自己最爱的人躺在医院，到底啥情况你都不知道，你怎么爱啊？另外还有一个，你父母也不尊重这姑娘。你们把一个还没有结婚的姑娘带到你家去过年，并且她的父母还没有同意她要嫁给你的姑娘，你的父亲亲自开车来把她接过去，你们把她当什么了？如果你的心中你或者你的家人但凡重视她的话，你会跟你的父亲讲，爸不好意思，他今年没回家，我得陪他在天津过年，我哪儿都不去。或者实在你都觉得不妥当，我说一句不好听的话，你大年30自己回家过，过了30你初一你回来你再陪她都可以，我觉得姑娘是可以接受的。但是你们全家把她架在那儿，你怎么爱她了？所以我觉得在你俩关系当中，想要为爱结婚的不爱，想要找合适而结婚的也不合适，还不如早点分开算了。你是独生子吗？你爸爸开车来天津，到底是来接你们俩，还是你爸爸开车来天津接你，发现因为他在你回不去，干脆捎上他？我爸是因为然后我跟爸说这个问题了，然后来接我。我爸说，然后他也在那儿，然后也不能让孩子在这儿捎上的吧？对，然后让孩子在这儿了。人家是捎上你的，人家不是来接你们俩的，听明白了吗？你听明白了哈？你是独生女吗？你看，你说你不愿意回去，说因为当时身体不舒服，对吧？当时身体不舒服。能坐长途的小汽车从天津回山东，对吗？你有多不舒服啊？长途汽车能坐，高铁坐不得。那你要说买票难，30都在人那儿过了，初一买票还难吗？不难了吧？怎么走不了啊？因为当时我们俩回去的时候，就是他们家里人特别多嘛，然后之后跟你走不走有什么关系啊？我有想走的想法，但是啊，你怎么走不了啊？他不让啊。他不让你就走不了啊？当初他爸爸开车到楼下，架着你就得走，你就不好意思不走吧？
现在山东都准备好了，我得嫁着你去做你妈的工作，你去吗？你要不嫁我，是不是你不懂事儿？又在嫁你，感觉不出来啊？我问一下，聊过彩礼的事儿吗？亲家，你还跟我聊什么彩礼啊？你们家姑娘当时都没说结不结婚呢，在我们家住半个月了。我们家所有的亲戚好惊讶呀，这个女孩怎么可以不明不白住在我们家呢？你看，要说挑理儿，亲家我可没挑你的理儿。这时候您跟我谈什么彩礼啊？这是我儿子负责任，让我们非娶了你家姑娘。我儿子要是不负责，现在拍拍屁股，我们在本乡本土什么样给他找不着啊？亲家，您还跟我谈什么彩礼啊？现在你来扮演你妈妈，怎么跟我聊？没法聊了。没法聊了吧？自己作的。您呢？您是打算把山东都布好了景，司仪请好了，他要不回家把他爸他妈搞定，他要不嫁给你，就是他们一家三口不懂事儿，对吗？那现在没见过他爸他妈就非跟他结婚，是谁不懂事儿？小李，你告诉我。我。你不懂事儿吧？现在还让他嫁你吗？你们俩是因为爱在一块儿吗？你一个哈尔滨姑娘，你在天津；你一山东小伙子，你在天津。你们俩是因为孤单。那既然已经在一块儿了，过上日子了，小雪呀，你是不是觉得就干脆嫁给他吧？现在不太想嫁了。你瞧瞧你，你瞧瞧你，哎呦，你刚才那个，我也没说不嫁给他呀。就那个瞬间，你爸爸、你妈妈现在这镜头后头看着你，那家心跳在一块，老人家为他犯得上。好了，别吓唬孩子了，李老师啊！我告诉你，你仔细想想啊。好，爹妈的脸都是孩子挣的。讲几个你可能没想过的事实啊。首先，第一个，你可能这辈子都找不到一个真正愿意对你好的人，因为男生发现，只要对你不好，就能换取你的真心，就能让你留恋。在这个时候，他为什么要对你好呢？对你越不好，你越离不开；对你越不好，你就越爱。为什么要对你好呢？所以你会发现在你的生活里面，你的赏罚机制出了问题。你对于一个对你不好的人，你奖赏他；对于那些对你好的人，你惩罚他。比如你爸妈等着你回家过年，我不去；对你不好的人呢，我陪着你们过年，我来10天。所以，当你的赏罚机制出问题的时候，你的人生里面一定会慢慢的出现越来越多对你不好的人来折磨你，而对你好的人只会慢慢远离你。第二个是，你这一辈子可能再也得不到幸福。你知道为什么？也很简单，因为你明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样的人，但是你做不到离开不合适的人，你也做不到去靠近合适的人。所以这就像什么？就像你明知道你的终点在什么地方，你非要反其道而行，所以你这一辈子都走不到终点。第三个是，你可能这一辈子都要去经历很多的苦难，你又知道为什么？这就好像你进一个饭店一样，你点了一份盖浇饭，吃2口不好吃，不好吃你会怎么做？换成我可能就摔一下我就走了，我换另一家店吃。你不是，你非得把这碗饭吃完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花了钱了，我花了时间了，我有沉没成本在里面，所以这碗饭就算再不好吃，我也得把它给吃完了。好，那么是不是从今以后在你的人生里面，只要你花了时间、花了精力、付出了感情，你都得把这份感情这件事儿给做完了，你才能走。这3件事情加在一起，第一，你遇不到对你好的人；第二，你到不了能让你幸福的终点；第三，所有的苦难你都得从头到尾吃干净。这就是你今天在这个男生面前所有发生的事情。刚才你站在这边说出，也没说不想嫁呀，你就明白了，你马上就可以想到我说的那碗不好吃的盖浇饭。那碗不好吃的盖浇饭，你今天是一定会把它吃完。吃完了之后呢，离终点越来越远，离那个对你好的人越来越远。所以从今以后，
你要去走一条充满苦难的道路。你妈拦你了，没拦住；很多老师拦你了，没拦住。我不拦你，我看着你去走。祝你好运，就这样。这话估计真触动他了，搁谁听了不害怕呀？这不是吓唬的啊，是陆琪老师多年来的一些经验。因此有电视机前的很多观众朋友问，怎么能联系到陆琪老师？其实方式特别的简单，大家只要关注陆琪老师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。关注以后，对我们爱宝的老粉有没有什么特惠啊？我们肯定给爱宝的粉丝一个大礼包吧。好，让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我以后改，把这些所有的问题全都改了。我会继续对你好，把以前那些对你不好的那些全都抹除。接下来以后的路，我陪你一块儿走。我们把这些不好的事情全都改掉，自身的这些问题点，这些细节一定要好好想清楚。我是真的很喜欢你，很爱。我就去把自己的细节方面改到好处。谢谢两位，请回。预测一下结果吧，博红兄。男出女不出。我希望女不出，男也不出。这女孩一定不能出来。所以现在为什么有一些男生狂妄自大，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姑娘在宠着，你知道吗？你今天要出来，那真的给姑娘丢脸。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，请开门。有话说吗？可能是我做的这些东西太不对了吧？你就想一件事儿，有哪个姑娘愿意跟一个凌晨4点回家，中午11点起床，随时回家，她就给男人做好饭的这么一个男人谈恋爱？这是你离不开他的原因，伺候的太好了。你真爱他吗？你爱的是他这个人呢，还是爱他对你的好？兄弟，你好好想一想，要不然你真的得不到幸福，好吗？谢谢你，请回。